你有听过或玩过美少女游戏吗？这类靠着美少女的魅力作为卖点的游戏，曾经在日本非常蓬勃，甚至对动漫产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近年来，美少女游戏产业却在走下坡，甚至出现了倒闭潮。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难道美少女没有魅力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少女游戏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美少女游戏顾名思义，重点就在于充满魅力的美少女角色，而玩家的主要任务通常就是透过文字选项，设法跟美少女们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简单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男性向的文字冒险恋爱养成游戏，其中还有很多18禁成人向作品。而这些游戏曾经让各地的宅宅们为之疯狂，像是这一款还有这一款等等，都可以说是宅宅们的恋爱启蒙教科书。大受欢迎的美少女游戏也成为了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大核心，对于日本 ACG 产业的发展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培育出了很多的人才。比如动画大师新海诚呢，在成名之前就曾经参与过很多美少女游戏的制作。但是近几年来，美少女游戏的人气却大幅的下滑，许多知名的美少女游戏公司也纷纷倒闭，让许多老玩家们都流下了时代的眼泪。那么今天就来谈谈美少女游戏到底是怎样的游戏，它以前到底有多红，又为什么会衰退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也有夏天盖被子太热，冬天被子又不够保暖的困扰吗？今天要介绍一款太空科技调温被，它是由日本品牌 Brain Sleep 推出的新产品。Brain Sleep 是睡眠研究权威西野精致教授所创办，他们把太空衣能够抵抗极端温度的调温材料运用在日常寝被当中，让你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整晚睡眠都能够保持在最佳的温度跟湿度，不会因为被子太厚重而热醒，或是早起温差大影响健康，有效的提高睡眠环境品质。而且太空科技调温被材质不容易滋生过敏源，不只可以机洗，还方便携带，让你即使出门在外也能够舒适好眠。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嘖嘖平台，输入优惠码莎莎77，享受限时独家优惠吧。美少女游戏也被称作是 Gyaru Game。这个 Gyaru 呢的来源有很多的说法，比较主流的看法是认为这取自于英文 girl 的口语念法。那由于绝大多数的美少女游戏呢，都会加入一些成人要素，也有很多的18禁作品，所以美少女游戏也常常会被称为是色情游戏。但也有玩家表示其实成人要素不完全是美少女游戏的必要元素。就广义来说呢，只要是以美少女角色的魅力为主要卖点的游戏，就算是美少女游戏。那发展到现在，美少女游戏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类型跟玩法，但最常见的类型是视觉小说，也就是以静态的美少女立绘、背景 CG 和文字方框作为主要的画面，而玩家则要透过大量的文字对话来推进剧情。那么今天的讨论呢，就主要会用这种视觉小说类的美少女游戏去讨论。那么这样子曾经红极一时的美少女游戏到底是怎么崛起的呢？美少女游戏大概是在1980年代初，也就是个人商用电脑出现没多久就已经发迹了。像这时候推出了 Night Life、女大学生的秘密等等成人游戏，就被认为是美少女游戏的始祖。后来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美少女游戏进入了全盛期，出现了许多专门制作美少女游戏的公司。根据法米通的统计在90年代的中期呢，日本主流游戏平台 PC 9801上发售的游戏当中，美少女游戏占了1半以上。当时日本每年发售的美少女游戏就高达了200多款，销售额更一度高达了每年近300亿日元。那包含像是同级生、纯爱手札、樱花大战等等比较早期的热门大作，除了视觉小说的元素之外呢，还会包含了一些养成系统，甚至是战略模拟的游戏性质。但是到了90年代末、00年代初期的时候，美少女游戏开始更专注在剧情安排上。游戏公司 Key 呢，更以 Canon 主打感人情节的作品，开拓出催泪游戏这个新类别，让美少女游戏吸引到更广泛的客群。有人认为是 Key 社的成功奠定了后来美少女游戏大多采取纯视觉小说形式，以剧本决胜负的制作方向，像是被称为脱宅神作的《白色相簿2》，还有猎奇向的《木产悲鸣时》，都是靠着剧情一炮而红的作品。而这些有着丰富剧情的美少女游戏，也大量的被动画化，进一步的进入大众视野，并且对整个日本 ACG 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早期的同级生催泪代表 Canon 到后来的热门作《源之空》、《命运石之门》等等，过去30多年间呢，许多美少女游戏成为了热门 IP， 被改编成动画、漫画，甚至其他游戏。像是一度成为全球最赚钱手游，累计营收超过70亿美金的 Fate Grand Order， 那原始 IP 就是来自于美少女游戏 Fate Stay Night， 而这个 IP 后来也有被改编成动画作品。此外，美少女游戏产业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有很多如今在动画手游界的中流砥柱，也都跟美少女游戏产业有很深的关系。例如刚刚有提到的新海诚呢，以前就有制作过 EF 等等好几部美少女游戏的片头动画，还有因为魔法少女小圆而声名大噪的薛恩玄，以前也是鬼哭街、沙耶之歌等等异色美少女游戏的脚本作家。这样看下来美少女游戏至今呢仍然对 ACG 界有很大的影响。不过近年来却有很多的讨论指出，这种游戏类型本身好像已经快不行了。美少女游戏的衰退其实已经发生了好一段时间了。早在2013年，创造出很多知名美少女游戏的 Minoli 公司社长酒井伸和就曾经说过，美少女游戏业已经陷入了停不下来的衰退。而这番言论呢，也获得了许多业界人士跟老玩家的认同。从数据来说，也可以看到明显的下滑趋势。根据时野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商业色情游戏的市场规模从2003年巅峰的560亿日元一路下探，到了2017年就只剩下160亿，萎缩了超过70%。还有媒体估算呢，近2年的市场规模应该连100亿日元都不到了。而从游戏公司的营运情况来看在2010年代的中后期，美少女游戏公司也面临了一波倒闭潮，包含了刚刚说到的 Minoli 制作出同级生的 Elf， 架向星空之桥的 Fan， 到 Cross Channel 的 Flying Shine 等等有非常多的美少女游戏公司都纷纷关门大吉或宣布停止制作。到底美少女游戏产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美少女游戏衰退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呢，跟日本经济不景气、盗版猖獗、少子化等等状况有关。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些问题整体游戏市场都有遇到，不能够专门解释美少女游戏走下坡的原因。那单就美少女游戏产业来说，许多分析指出衰退的原因或许可以分成2个阶段来看。首先呢，是产业发展前期供给过度扩张的状况。分析指出，美少女游戏产业正好是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兴起的，所以起初呢有很多热钱涌入，再加上这种静态图片加文字的游戏，制作成本相对低廉，因此作品数量增加得很快。但是玩家增加的速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了。根据酒井伸和的说法，就算在全盛期的2000年代初，单一作品的销售量能卖10万部就已经算是超热卖了。但同时期呢，家机平台的游戏动辄都能够卖到破100万部。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当初供给暴增的荣景，并不完全是由需求带动的，所以后来市场呢就过度饱和，钱越来越难赚，人才也因此陆续转行到轻小说等等的领域。不过很多分析也表示，市场过度饱和应该只是一个背景因素，更关键的是近10几年来美少女游戏的买气持续在下滑，导致很多公司不堪亏损，接连倒闭。许多老玩家跟业界人士的分析认为，美少女游戏人气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游戏类型已经渐渐的跟不上时代了。他们指出，美少女游戏的结构跟玩法从90年代以来就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变化，虽然在画面和声音设计上面有变得比较精致，但依然是例会背景再加文本，然后按下按钮，声优呢就会把文本念出来。但是近10几年来呢，游戏产业进步的速度飞快，整体娱乐市场也越来越多样化，竞争对手大幅的增加，同时人们也渐渐习惯各种声光效果刺激，所以还在使用视觉小说模式的美少女游戏，跟其他的娱乐比起来，就会比较显得单调。此外，在轻娱乐当道的时代，这种游戏模式的入门门槛也相对的高，不仅得阅读大量的文字，要完整的体验一部作品，通常呢还必须要在电脑前面花上10几20个小时。因此，有不少美少女游戏的老玩家说，他们后来就转移到能够用零碎时间游玩或阅读的手游或轻小说上。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种其他角度的看法，比如有些文化分析就认为，美少女游戏的衰落跟时代气氛、价值观改变等等的原因有关。那难道说美少女游戏真的会就此消失，变成时代的眼泪，一去不复返了吗？美少女游戏的整体规模虽然跟过去相比小了非常多，但是近几年来还是有一些较好较作的作品推出，而且为了挽救产业的颓势很多的美少女游戏公司都开始了全新的尝试，包含跨出 PC 界开始制作手游版的美少女游戏。
像是在很多氪金排名榜上有名的 Fate Grand Order 或是 Key 社的飞染天空，都是以美少女为主要卖点之一，而且在剧情方面，并且延续了类似视觉小说的呈现方式。那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些手游并不算是传统意义上面的美少女游戏，但也有很多玩家肯定这种做法，认为改变过往纯视觉小说的 PC 游戏模式，考虑手游的特性，让玩法更加丰富，美少女游戏才能够与时俱进存活下去。不过，因为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呢，对于成人内容的审查非常的严格，所以在手机平台上面，目前呢还是很难出现像是腹肌啊或者可知少女这种比较重口味的作品。所以除了手游之外呢，一些美少女游戏的创作者这几年来呢，也渐渐的开始转为小规模制作，比如同人社团啊或者小工作室，然后再透过 Steam 等等的平台来触及玩家。像是前几年的 Doki Doki Literature Club， 还有去年的主播女孩重度依赖，就都是采取这种模式的成功作品。我们团队负责这集脚本的企划呢，其实以前也是美少女游戏的玩家，只是已经好久没有碰这类型的游戏了，所以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像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那虽然团队里面有老玩家，但美少女游戏毕竟是一个发展蛮久、应用广泛的游戏类别，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没有说到或是没有说清楚的地方，也很欢迎这个领域的高手在底下帮我们补充哦。话说回来，作为美少女游戏的老玩家，看着现在它面临的种种变化，老实说，还是会有一种时代的眼泪的惆怅感。那虽然现在也有手游式的美少女游戏哦，但是在手游的商业逻辑之下，通常都会不断推出新的角色、新的章节，跟以前那种买断式的 PC 游戏从头到尾体验一个故事的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随着时代的演进、技术的更新，某些类型的娱乐会渐渐的消失、转变，这虽然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不过，老玩家心中这种怀念的感情，或许也代表着这种好好诉说一个完整故事的美少女游戏，还是有它难以被取代的价值。那么，或许哪一天，这种游戏还是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再卷土重来，也说不定吧。那么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有玩过美少女游戏吗？有，我现在还是有在玩，超爱视觉小说的沉浸感，并没有对这类的游戏不是很感兴趣，所以以前现在已经很少玩了，真是令人怀念。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少女游戏。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Cyberpunk 以及克苏鲁神话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